Hello， 大家好，我是卷，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未知的恐惧。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原因是因为呢，在我辅导很多个案还有学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经常会问我，请问一下卷，这份工作接下来结果会如何啊？或者是我跟现在在感情当中的这一个人，你觉得我们适不适合，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呢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是会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对不对？那相对呢，期待的背后就会带着有一点点害怕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就会渴望想要去得到一个好的所谓的答案。所以呢，今天我想借由这个主题广播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在我遇到未知的恐惧的时候呢，我是用哪3个心法来转换我自己内在的这个恐惧，因此可以对我自己会有更深刻的自我认知，以及呢，透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改写我的思维。那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法就是请大家先冷静下来，好好思考。好，我知道我讲这个方法，大家可能会说，俊，我现在都这么焦虑了，这么恐惧了，你还叫我冷静下来思考这不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吗？停，先等我来娓娓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的亲身经历。我个人会认为，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我真的冷静下来思考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真正在恐惧的并不是未来，而是说我其实是在逃避现在。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 moment 呢，我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责任，我觉得我不敢承担或不想承担，或者是我内心早就知道我应该要改变，但是我死都不改或者是有一件事情我明明应该要行动，但是我却没有行动，是因为现在当下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人事物，我们正在逃避它，所以我们只好跑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个就叫做未来。你当下事情已经处理不好了，你还要再多去处理一份未来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情，你的焦虑自然就会变成 double 嘛。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不是说找不到解决事情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在一个有限的资源跟环境当中呢，去看到我们真正能够为自己做到什么。我们会透过逃避当下，也就是逃避现在，让我们自己去感觉到比较舒服一点点。就像之前的主题广播节目，我有跟大家讲，人类呢是一个会趋吉避凶的这个生物嘛，我们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我们就会跑到一个比较远的未来。但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要解决的是当下这些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个人事物，唯有让我们看见、清楚、冷静的去思考之后，去了解到我到底在面临什么，而我不敢面对什么，那我觉得这才是解决你未知恐惧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会建议大家先去思考一下，在这个未知的恐惧当中，你真正内心想要控制的东西是什么，善用这一份控制。很多人会认为呢，你是控制狂吗？你什么事情你好像都管很大，你住海边是吧？我以前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控制狂，但后来我发现控制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控制其实它是一种恐惧的伪装，但是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期望。简单举例来说，今天你想要离开这份工作，你想要找到一份比如说不管是薪水更好、待遇更好、发展更好的一份工作，那是不是代表其实在这个控制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找到一份好工作，是因为你对自己里面有隐藏着期望。期望要如何去达成呢？就像我们讲的，你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未知的恐惧，是因为当下有一些人事物你应该要去改变的，应该要去行动的，你并没有做到。所以我们透过我们在现在跟未来对于这个期望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呢，其实你就可以找到可行性的下一步。相对来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会习惯跑到未来，那我就不用去面对当下。但是其实真正减少未知的恐惧，最简单的就是找到可行性的下一步。它不用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有可能是你对于自己有这样的期待的时候，那下一步你要做什么呢？如果你要换一份更好的工作，你可能需要考执照啦，你可能要考证照啦，你可能要去增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薪资啦，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沟通的技巧等等之类的。其实光是你透过这样小小的一个行动，相对的就会减少你的恐惧，因为人类呢是会透过行动来确认一件事情的。所以通常我在第二个步骤，我会去了解我自己真正想要控制的这个场面是什么，或者是想要控制的人事物的这个发展是什么，我就会知道我自己其实真正内心想要达成的目标，还有我自己对于我自己内心的渴望。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那第三个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在了解第一个步骤跟第二个步骤之后呢，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一些关键点。那这个时候在第三步，我会比较倾向于呢，告诉我自己，其实未知说实在的，它就像是一张空白纸。
对不对？就是老天爷给你一支笔啊，你想画怎么样你就画怎么样，只是我们通常把它画得比较黑暗跟比较可怕，对吧？所以呢，未知的恐惧在第3步，我会建议大家其实不要把它想象成它好像很可怕，而是你要去想象，哇，原来我有一次机会能够去改变我的未来，或者是去创造我的未来。因为我觉得透过在创造或者是去想象这个未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先去厘清你在逃避什么，你接下来能够做些什么。第3个就是你可以开始去想象，哇，我做这件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当然是希望大家是朝向想象发生好的那个方向去嘛，对不对？我反而会转换一个心态，如果我希望这个恐惧不要来，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有讲嘛，未知的恐惧，我希望这个恐惧不要来，那我希望什么样的美好可以来呢？所以我自己就必须要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造桥铺路，让这个美好在未来可以离我更加的靠近。所以第3个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一个真正内心的心法，就是未来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那为什么我不拿起我自己的画笔去画成我想要的模样？所以第3个步骤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些时候的确是要有一些盲目的自信。那这个盲目的自信呢，并不代表我们很自负或者是我们很自大，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能够去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是大人了，我们是有能力去面对跟处理它的。因为只要你能够按照步骤1跟步骤2，你知道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要去改变什么样的行为，接下来你会怎么样去行动，未知的恐惧它根本几乎就不会存在了，因为它已经被你透过一步一步的行动跟思想上面的转换跟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它其实就会慢慢的减低对你的影响度。透过今天简单的3个小步骤当然我们不可能真正的一次就去解决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因为这是需要练习的。我自己本身也是练习了很久之后，我才面临一些不确定的状态或者是很恐惧的状况当中，我才有能力去领导我自己一步一步朝向那个未知的恐惧前进。但是呢，我也想要跟大家讲一下通常我们担心害怕的事情呢，10件里面大概有9件都不会发生通常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都是在你预料之外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不如呢放轻松自己的心情，好好呢去享受你的当下，跟看见你的当下，去做你能够可控的事情，以及去改变现状的这些方法。这对我们自己在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呢，我觉得这才会让你感觉你是有一个掌控力的，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那我希望呢今天分享这3个心法能够对于听众朋友们有一点点的帮助。当然在未来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你们提出的这个疑问，如果你有想要任何跟我一起讨论的主题，你也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填写这个提问的表单。那如果呢你想要学习更多的自我认知还有思维改写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的社群，在里面我会分享非常多我自己的小撇步哦。好了，那今天这一集主题广播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呢这3个很快速的这个充电站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帮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